大家好，天堂今年版首波攻城戰正式結束。這陣子大家應該陸續在遊戲中或者是在社群上面聽到越來越多玩家退坑的聲音，甚至連其他陪伴大家的實況組合創作者也接連下台一鞠躬。其實我完全能夠理解他們的選擇，畢竟當初官方在巴哈專訪的說法是這樣說的：攻城戰的版本更新基本上也是宣告了經典版第一階段的任務結束。這也讓留在這4個多月的玩家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在這段時間到底在經典版裡面得到了什麼東西。回想今年1月中到1月底官方那排山倒海的宣傳，字字句句都在主打着情懷懷舊這張牌嘛。當時大家滿懷期待，以為可以找回20年前的感動。結果呢，等到2月7號正式開服的時候大家進去才發現，這根本就是披着經典皮的官方私服魔改版。就在火窟版本開始，怪物的強度莫名其妙的強，然後升級的經驗值需求也是非常的高，各種奇特的改動跟我們記憶中的那個純粹的天堂完全不一樣。像我這種幾乎沒玩過私服的人都深刻感受到這股濃濃的私服味。每週的版本更新就像是官方想要更新什麼就更新什麼，他們想怎麼改就怎麼改。然後呢，他們也會仔細觀察玩家的生態，覺得玩家哪裡玩得爽，他就往哪裡砍。最直觀的就是那個讓人痛苦的升級經驗值，還有重到不行的非商城的消耗品。升級有多痛苦我就不用特別說了，令人更不舒服的就是那個消耗品的重量。不管是紅水、橙水、白水，還是綠水，甚至魔法寶石，還有精靈餅乾，全都變得重的要死。這個對妖精玩家來說，絕對是切身之痛。只要你出門打怪一趟，想要撐久一點身上帶個5000支箭以上是基本的吧。但是光是箭的重量呢，就讓你快要負重了。然後練等怎麼可能不帶水呢？水不用多，只要50瓶紅水就可以讓你負重了。更別說你還要帶其他大大小小的消耗品。官方把基礎重量調成這樣呢，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你去商城購買它無重量的商城藥水。既然都提到商城了，最讓人詬病的絕對是那個破壞平衡的轉蛋方塊跟各種羽毛套裝。以前要千辛萬苦推網打怪才能獲得的龍鱗盔甲，甚至各種高階魔法技能，現在只要課長動動手指，在轉蛋方塊裡面通通都能直接用現金解決。大家還記得當初官方最開始的 FAQ 是怎麼寫的嗎？當初官方承諾會導入畢克斯羽毛的系統，為了是給玩家提供網咖專屬優惠，還有消耗品制作以及網咖副本的輔助。結果呢，遊戲一推出，這個羽毛直接就變了。官方開始源源不絕的推出各種飾品，像是守護系列一路出到現在的抗魔還有屬性戒指。這些飾品呢，就是沒有辦法單純在遊戲中獲得嘛，所以會讓部分的玩家覺得這個就是商城裝備。但我是覺得這個也還好，因為你稍微努力一點的人其實在遊戲內還是可以跟其他玩家購買獲得。當然，有玩天堂 W 的人對這種操作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只能說好險我沒有玩天堂 W， 因為我在直播的時候有玩天堂 W 的人就會發現，現在經典版的這個套路就是 W 以前走過的套路，把強大的資源都放在商城裡頭，只要有錢，沒有什麼獲得不了的。不過呢，現在玩遊戲的觀念也不一樣了。氪金玩遊戲跟無氪玩遊戲，其實也就是玩家的選擇方向不一樣而已，都是個人的選擇罷了。但是工作室與外掛玩家是大家每週甚至每天都在抱怨的事情。不過這個問題呢，從2月7號開服後隔天甚至有些伺服器在2月9號就已經全面爆發了。雖然我們每天都能看到官方的公告制裁了多少違規賬號，但實際上效果就是不顯著。一般玩家在練等的地區被這些工作室病毒瘋狂的壓縮。最明顯的就是現在歐瑞地區。我們先不說能不能在這邊練，就算你有能力在這邊練好了，你也根本打不到怪，因為怪物一出生就被工作室的劍陣給秒殺了。我自己是這樣認為啦，官方是想要利用工作室來制衡正常的玩家，去限制玩家的經驗與金幣的收益。可能官方覺得這樣子會讓大家賺得慢一點，練得慢一點，遊戲的壽命就能拉長。
但他們萬萬沒想到啊，工作室創賬號的數量是完全沒有在跟他客氣的，上千上萬只，直接淹沒伺服器。天堂這款遊戲啊，本質上其實就是一個養成版的競技遊戲，所以玩家之間必然存在着比較跟競爭的心態。就算你是 PVE 的伺服器也是一樣，一個普通的上班族每天下班頂多就是玩2到4小時，假日頂多6小時，就算很多了。你如果是時間比較充裕的人，一天玩8到12個小時也是極限了吧？但是外掛跟工作室呢，他們是18到24小時，機器人般的操作，所以你要拿什麼跟人家拼？不過呢，最後我還是要說啦，大家遊戲的心態其實可以自己慢慢調整啊。只要每天設定一個自己可以達到的目標，這樣就不會玩得那麼痛苦了。每天練個5%，或者是每天賺10萬塊金幣，找這種自己可以很容易達到的目標去達成，或者是每天飛割多少個工作室或外掛玩家，也都是可以的啊。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感謝大家觀看。大家對於遊戲開服到現在4個多月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